余生，请指教养子的100个愿望，林先生生前的遗憾。可惜余生，请多多指教中的林先生离开了，并没有和女儿一起完成100件事。但是看到女儿出嫁，得到幸福，还是很开心的。林之孝从小就很叛逆，不想一直被父亲控制。他从不给爸爸打电话，只给林老师打电话，因为他爸爸是学校的院长，他老是骂他。在学校里，他总是被当作榜样，叫其他同学来看，让其他同学都害怕。多么可悲的学生啊！回到家还要挨骂，你是不是也有同感？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被父母教导，希望快点长大，可是长大了，父母也老了？余生，请多多指教林之孝，终于长大成人，能够自立，脱离父亲的掌控，父亲却突然病倒住院，打乱了他所有的生活节奏。林之孝很疼爸爸，爸爸也很疼女儿，只是爸爸以前很爱面子，低不下头。听说潇潇肚子疼，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急忙赶往医院。手术前，他从医院逃出来，拿到女儿的心愿单，想帮她完成有生之年的心愿。和所有的父亲一样，他非常爱自己的孩子。当我告诉别人我的孩子时，我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我为此感到自豪。看似严厉的父亲，背后却是满满的爱。林之孝和三三深夜去酒吧，被爸爸逮住，又教训了一顿。其实他们是怕女儿学不好，被人骗。他们太担心了。一个望子成龙的老父亲的出现，让很多人都觉得他爹来了。但我父亲也很脆弱。林先生无意中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，慌张地逃离了医院。他没有下来，他不想这样。他会害怕，他会恐慌。来到火车站回老家，心情紧张，忍不住和邻居聊天，说女儿很温柔，大提琴拉得很好，一脸得意。事实上，他一直将女儿视为心中的骄傲，相信她会成为最厉害的大提琴手，勇敢地挑战自己。出院的时候，他只想回老家去拿宝贝女儿的心愿单，陪女儿完成心愿。我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了我的女儿。林老师后悔9岁在校时离家出走时没有踢学校，而是抱住女儿。他不再只管教他的院长，还爱他的父亲。林老师很后悔，但是时间不能重来。遗憾的是，他没有陪着最爱的女儿完成100个愿望。他不能再陪着她，支持她想做的一切，不能再为她庆祝生日。林父还有很多话要说，只是眼皮重得睁不开，呼吸也越来越微弱。最后，他带着遗憾离开了。他虽然不善言辞，但面容姣好，严于律己，这源于他对女儿的爱是那么的深沉和极致。他是一位好父亲，也是一位好老师。看完这部电视剧，我心里酸酸的，真想回家看看。你也这样认为吗？02余生请多指教。连载谷维新生90后，意想不到的变故，德国陪不了你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没想到这件事会闹出这么大的风波，我的影响会这么深。我清楚地知道我做这个手术没有问题，病人的治疗方法也是最好的选择。在联系不上家属的情况下，我只能站在患者的角度最大化利益。从做人的角度，我问心无愧；从医生的角度，我按照医院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办事。家人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我还是觉得心寒。我不想把这些烦恼告诉你，让你担心。看着你兴高采烈准备和我一起去德国，准备买礼物去看望你的父母，我不想让你再为我担心。患者出现并发症，已接受紧急治疗。是小杜告诉我，家里人情绪不稳定，要追究我的责任。副院长让我先回医院。我为了避免影响我的前途和前途，高副院长觉得还是把这个病人委托给严炳军比较好。我有点无奈，其实我知道我的手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看到患者出现并发症还是有点。高副院长打断了我的话，知道我已经尽力了，家属不理解是常有的事。他说会跟医院说明情况，让我安心工作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了这个问题。之前申请过去德国交流学习，但是好像还没有收到医院开具的申请签证的证明。高副总吞吞吐吐地说要过2天告诉我。哦，
也不用为难他说话了，看来是走不下去了。没想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这么大。虽然院长补充说以后还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在我看来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这次要是输了，我就失去了和你去德国1年的机会了，好像又回到了几天前，只是换位的选择不一样了。已经不是我要去德国交换了1年的学习，而是你要去德国，我却不能跟你去。回到家，我把打包好的书放回书架上。本来打算把这些不用的书寄回家，让妈妈在家等着签收，现在不需要了。妈妈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快递，她的医院有事要赶回来。我艰难地说我取消了，这被误认为取消了快递。我不会去德国。我能感觉到妈妈的惊讶，但说来话长，不想让他们太担心。刚好门铃响了，我急忙挂了电话，准备开门。开门前顿了一下，小小，我知道是你来了，可是我该怎么告诉你呢？既然我不能陪你去德国。调整好情绪，推开门，还是难掩表情上的悲伤和难过，只是沉浸在你们即将一起去德国的兴奋和激动中。今晚我将正式拜访你的父母。表情只是有点抱怨，却被我太紧张误会了。你抱着我，为我加油，然后和我一起来到了书房。当你看到书架上有一些书时，你主动提出帮我把它们收拾好。实在不忍心打扰你的好心情，不过你迟早要知道的，我不能陪你去德国，我该怎么跟你说才能让你更容易接受呢？想来想去，我决定告诉你这个令人遗憾的消息。不料，你突然被书砸到脑袋上，你一边急忙查看，一边又不情愿地配合你装傻，直到你又想起我们关于一起去德国的事情，我和你严重拉开距离，郑重准备告诉你。突然你的手机响了，是闹钟。原来你们马上就要签约了。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去德国留学，集中培训，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犹豫这个时候要不要告诉你，你急着要不要签合同。看你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决定暂时先告诉你，不然以你的幼稚，我真怕会因此耽误你。选个好时机慢慢跟你聊吧。临走之前，你似乎明白了我刚才要对你说什么，转身又问了一遍，但既然我心里已经做了决定，就轻易搪塞过去，叮嘱你小心点合同条款。受到让我晚上乖乖听话的鼓舞，你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我又想起了我对待这个病人的方式，如果让我重新选择，恐怕还是会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进行手术，让患者有一线生机。然而，家人对我的不了解以及一系列的后果，还是让我心寒。小杜打电话的时候很着急，医院成立调查组，连高副院长都被问话调查。这件事不仅在医院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甚至还转到了网上，直接把我的照片贴上去了。我看了看手机，热搜榜一直在上升，种种不明真相的指责和网络暴力，让我再次心慌，仿佛又回到了老师走后的日子。质疑是不是我造成的？调整好状态后，又要回医院开会，努力平复心情，心里惶恐复杂，但又不想一到医院就见到患者家属。他们直言，他们揭穿的是我有背景，就算我的老师治好了死了，我也可以在这里当医生。这时，我的心里很是迷茫，对高希的突然出现感到意外后，我也接受了他的好意，不再被患者家属纠缠，去了领导办公室。